完了完了，中大型新能源 SUV 市场要变天了。理想、问界、还有特斯拉、还有小米这些车企都有压力了。为什么？因为比亚迪又来搞事情了。你们知道，比亚迪一旦搞事情的话，那其他的友商就会非常非常难受。而这一次呢，他们带来了比亚迪唐 L。 就我身后的这一台车，我现在告诉你们，这台车它的产品力到底有多强。首先，这台车我一眼看上去的话，真的要比比亚迪唐大太多了，这个体量感做得非常棒。而且这次呢，比亚迪用了一个全新的家族式设计，所以你会觉得哇，它要变得更犀利、更科幻了一些。看见没有？尤其是这个头灯组的位置非常非常犀利，包括它的大灯组都是那种细长条矩形的。然后整个车的侧面做得非常的饱满。 然后这台车的车尺寸，我可以先告诉你一下，它的轴距是快要接近3米这样的一个尺寸，相比比亚迪唐有了非常大的提升。所以，首先这台车它在舒适性、空间这一块肯定相对理想 L6啊或者问界 M7 这些车不吃亏了啊。不过我接下来要说的才是这台车真正牛逼的地方是哪里啊？是性能。首先，我先说它的后驱版的车型，后驱版的车型后电机是多少千瓦？500千瓦。 这个数据非常的恐怖呀！什么概念呢？这个后驱版的电机功率基本上就是同级竞品的四驱性能版的电机功率了。举个例子，像小米苏7 Max 前后电机加起来是395千瓦，特斯拉 Model Y 的前后电机加起来是大概360多千瓦，这么一个概念吧。这台车单一个后电机干到了500千瓦，所以它的后驱版的离迈加速可以做了多少？4秒3。 哇，这是一个后驱版的车型，4秒3。那我觉得真的没必要去买四驱版的了，但是四驱版的会更厉害。四驱版它是搭载前后双电机的，后电机是580千瓦，前电机230千瓦。然后这台车马力超过了1000多匹啊！同样的动力总成，它也会放在那边的比亚迪汉 L 上面。我们待会儿去说那台车。这一台车这样的功率，我觉得你让同级的竞品怎么去面对呢？情何以堪呢？对吧？当然了，因为这台车尺寸非常大，然后重量很重。 它零百加速呢不是特别的夸张，3.9秒，但是这个数据也绝对是够强悍的。还有混动版的车型 ，DMI 车型呢就是 1.5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加上一个200千瓦的电机，然后 DMP 车型是 1.5T 的专用发动机加上前后各200千瓦的电机，所以它的 DMP 的车型零百加速也轻轻松松干到了4秒3，哇，非常夸张的数据。 你就说一说，在同级别混动车里面，谁的加速性能能够跑到这个数据的？好像没有吧。然后就这台车的亏电油耗也很夸张，好像是5.7升每100公里的亏电油耗，能省油，跑得快，而且个头又这么大。我觉得这台车真的是挺无敌的。另外一点就是它的纯电续航大概是165公里这样的水准。OK， 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说了，那比亚迪还在一个方面是一个短板，是它的支架，对不对？这一次支架上来了，看到没？上面是有个激光雷达的。这台车是搭载了比亚迪自研的天神之眼的高阶支架。那这一套支架系统，我之前在同事的车型上面呢，也去体验过，我觉得能够达到目前智驾第一梯队的这样一个水准。所以这台车性能有了，空间有了。 油耗有了，对吧？智驾也上来了，所以它的产品力非常的全面，非常强啊。但是你知道最让友商恐怖的一点是什么吗？价格杀手啊！比亚迪的成本控制能力啊，这个才是最厉害的。你说一说，如果唐 L 给一个非常低的价格，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呢？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抢了问界或者抢了理想、抢了特斯拉他们的蛋糕。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些车型呢，没办法，不得不降价，然后和比亚迪去硬刚。但是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我要买车人来说，不管你出现哪一种结果，我都是喜闻乐见的。你们觉得呢？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比亚迪的信息，欢迎上方点击搜索比亚迪最新车型、销量、降价信息等着您。